好端端的荒野求生，竟被挨饿专家过成了皇室生活。吃着营养丰富的咖喱鸡肉饭，喝着热乎的自制芋泥波波奶茶，就连出门排个翔都有人保驾护航，小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。位于新几内亚岛北部的西巴布亚，一夜之间出现一道神秘白线，如此匪夷所思的现象，让头发短见识也短的鸽子一时间摸不着头脑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计划前往一探究竟，依旧老规矩，不带头发，其他的不管有没有用，通通打包带上。听说那里还栖息着食人族部落，为此德爷特意叫上储备粮摄影师一同前往，花9块9巨资包了架飞机，来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。但这里距离目的地还有几百公里，没有缺德地图，德爷只能靠自己摸索。出站后搭乘一辆进城的4蹦子，在得知大光头的来意后，车上肤白貌美的妹子建议德子前往附近港口，说不定那里有他想要的答案。可在港口晃悠了大半天，半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收集到。为了寻求到帮助，德子来到港口的警察局，却被告知那里太危险，赶忙让德子从哪来回哪去。但德爷显然不会就此罢手，无奈之下拿出了缺德地图，德爷用平板记录下来，便匆匆离开了。这时天空正下着倾盆大雨，司机小伙也是个狠人，一手扶着方向盘，一手阻止雨水灌进来，眼神中透露出满满的自信。这番操作把德子看得心惊胆战。在闲聊中得知大光头要去基曼岛，热情的司机小伙帮德爷联系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地头蛇鸡哥，一见面他俩就像老熟人一样畅聊了起来，并表示来找他就对了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他们要花费3天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。接着坐上奥德标刚过磨合期的125摩托，以每小时60分钟的速度飞速前进。路上坑坑洼洼的小水坑让德爷的大腚直呼受不了。更离谱的是，没一会摩托车的齿轮就歇了踩，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推着往前走。60公里的路程愣是花费了6个多小时，直到大半夜才抵达落脚点。第二天早早就起了床，今天几人计划行驶100多公里，相比于昨天的泥泞小道，海边的沙滩简直就是高速公路。就这样一行人浩浩荡荡出来了，途中竟组队飙起了车，空气中顿时充满了自由的气息。3小时后抵达海边渔村，至此摩托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剩下的路程只能依靠渔船。可这里所有的渔船都出海捕鱼了，这里没有手机信号，只有利用镜子反射传递信息。没一会海面上就缓缓驶来了一艘核动力快艇，询问完目的地，和众人匆匆道别，挨饿得救了发。经过一路的风驰电掣，德爷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基曼岛。这里生活着许多新几内亚原住民，头一次看到脑门不长头发的外乡人，大伙别提有多兴奋。眼下距离神秘白线仅有16公里，但这16公里的路可全都是沼泽地，要想抵达目的地，面前的独木舟无疑是最佳的交通工具。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光头德提议找艘筏子练习一下。这种独木舟的空间只能容纳双脚，因此对驾驶员的平衡性要求很高。刚站上去感觉还不错，可下一秒就摔了个4眼8翻。老话说熟能生巧，越练习他落水的姿势越熟练。一旁的小黑子更是像看猴一样笑话着德爷。经历几次失败后，德爷意识到一时半会也学不会，只好执行 B 计划，拿出来随身携带的沃德法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准备好充足的物资，德子划着小皮筏朝神秘白点进发。然而很快充气筏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，在这种狭窄的水道根本占不了优势。就这样不知划了多久，来到了一片草泽区域，茂密的杂草让德爷不得不一边扒拉着一边前进，花了整整6个小时，却仅仅才前进了4公里。更糟糕的是跋涉半天来到了死胡同，一来一回掉头又花费了不少时间。眼看天色渐渐变暗，赶紧找块空地支起防水，紧接着升起熊熊烈焰，煮上一杯芋泥波波奶茶，吃着香喷喷的咖喱鸡肉饭，卡路里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吃饱喝足冲个凉水澡，当然头发也不能落下。时间来到第4天，帐篷外面都是虎视眈眈的公蚊子，为了保护头发，他往脑门上喷上一些防蚊香水。打包完行李，又满满当当装了杯芋泥波波奶茶，德子这才心满意足的出了发。途中遇到一朵百合花，二话不说直接一口下去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饱餐完继续往前进发，眼前的视野突然豁然开朗，他进入了一座巨大湖泊。根据全球定位系统显示，只要穿过这条水道就可以抵达神秘白线。谁料等德子拐进去一看，整个人当场傻眼了。我的乖乖，除了芦苇还是芦苇，没看到任何神秘白线的痕迹，难不成要白来一趟？为解开谜团，他决定停留几天。鸡哥曾经告诉过他，在附近不远处有个部落，或许能在那里找到答案。滑行大半天，终于遇到了本地人。几人看他没头发也敢闯荡江湖，感觉怪可怜的，便将德子带回了部落。上岸后，细心的德子发现，这些岛屿并非天然形成的，更像是被人造出来的。为了表达好客之道，更是将闺房腾出来给德爷休息。期间，德子询问酋长关于白线的问题，没见过世面的酋长对这个新玩意充满了好奇。经过一番无效沟通，德子还是拨打了卫星电话呼叫鸡哥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被2只鲲鲲叫醒后，光头德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，转悠大半天没发现厕所在哪里，只能用手势加音效比划，顿时惹得众人只给。随后部落酋长便派出2名黑子哥，划着筏子带他来到了奥利给岛。通畅完，他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等他回到营地，地头蛇鸡哥也赶
赶了过来。随后双方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谈判。见对方严肃的表情，德爷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。原来那块神秘区域是当地部落的圣地，不允许脑门不长头发的外乡人进入。时间来到第6天，事情好像迎来了转机。经过部落长老一晚上的讨论，他们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同意让德爷前去一探究竟。但在此之前，还需要按照部落的传统举行仪式。随即，一位老黑子打着祈祷的名义，朝着德子的大光头就是一口82年的老痰。接着，在部落人的护航下，德子成功进入了那片神秘区域。可放眼望去，除了芦苇还是芦苇，半点奇特的景象都没看到。为此，德子只好释放出绝招，操控无人机到天空上探查一番，这才得到了最终答案。原来这些白光其实是阳光反射水道形成的，而当地人会顺着这些水道运输芦苇建造岛屿。至于为什么会沿着水道采摘芦苇，则是为了让芦苇能够重新生长。为了让德爷更加直观的感受，部落特意为德子展示了一番。先用棍子圈出一块水域，接着潜水掏出底下的淤泥，层层堆叠，积少成多，最后种上植物进行巩固地基。至此，德爷顺利完成了本次挑战。